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念念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新不新家第18季第11集。天朗气清，晴空万里，很适合一家人出门旅游。如果再配上一段悠扬的旋律，不用想也知道假期会度过得很愉快。谁知道这样的好气氛马上就被破坏了，因为有一辆车从桥上俯冲下来，直接超了辛巴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说辛巴是系安全带的胆小鬼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。辛巴当即就抄起棍子，打算给这个口无遮拦的家伙一点教训。高速公路上行如此危险的举动，辛巴暂时竭力阻拦。他决定给辛巴讲一个关于复仇的故事，打消他现在的念头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巴黎，名叫《基督山伯爵复仇记》。那时候的巴黎街头常常充斥着一个家庭的欢声笑语，故事的主角便是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辛巴。他有着一位美丽的妻子以及一双可爱的儿女。然而这幸福温馨的一幕却深深刺痛了一个人，那就是老谋子。他十分嫉妒辛巴所拥有的一切，因为他只有一个仅供依靠的门框，不过挺方便随身携带的。嫉妒火焰在老谋子心中蔓延，一个恶毒计划就此形成。某天晚上，就在辛巴妈熟睡之际，警察突然闯了进来，以叛国罪逮捕了辛巴。虽然以他的脑子实在不像是能干出这等事，但是警官还是不由分说的把他带走了。很快就到了公开审判的日子，充当证人的老谋子同时一手掌握了证词，上面确实详细记载了辛巴叛国的证据。就这样，他被法官判处了终身监禁。在监狱还没有待多久，狱卒就给辛巴带来了一份报纸，上面报道了辛巴改嫁老谋子的前因后果。夺妻之仇，诬陷之恨，不共戴天。但是身处牢狱之中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在辛巴吃掉了唯一陪伴着他的老鼠后，他感到了彻底的绝望。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监狱之中还有另一个人，那就是他的狱友秃头。他从未注意过，不过秃头也不在意，因为他是来帮助辛巴的。他向辛巴展示了自己花费30年所挖的隧道。要问他做这些的原因，那就是他想在人生接近尾声的时候有一个朋友，而且他曾趁辛巴熟睡的时候对他做过不可描述的事情。秃头还把自己埋葬宝藏藏宝图也一并交给了他，来帮助他复仇成功。得知这些后，辛巴接受这位陌生人的馈赠，俯身向着隧道之外的光明前行。期待辛巴这样的蠢人能够一步到位，简直天方夜谭。来来回回2、3次后，辛巴终于来到了宝藏地点。不得不说，秃头是相当的大方，整个山洞里都充满了金银珠宝，并且其堆积深度足以把辛巴掩埋。就这样过了5年，辛巴利用这笔天降横财，成为了富甲一方的豪绅，住了最豪华的别墅，坐拥着最美丽的庄园。远在庄园外的小镇上，有一间简陋的房子，那是辛巴曾经的家，只是现在男主人已然换成了老谋子。不过他的2个孩子还是依旧那样快乐。就在此时，屋外传来了敲门声，原来是基督山伯爵派人邀请他们参加舞会。这项娱乐活动，女士们向来十分热衷，何况他们已经有很久都没有去过舞会了。辛巴恳求老谋子能够同意参加，想就去吧。就这样，一家人来到了舞会地点。在众人的期盼与猜测中，基督山伯爵缓缓地走下了楼梯，来到众人面前。他亲切亲吻了辛巴的手背，并且夸赞他的皮肤光滑细腻，堪称女皇。来自高贵男士的赞扬总会使得女孩子心花怒放。不过今天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，伯爵诚挚邀请老谋子坐在安全康乐椅上，成为第一个享受欢乐的人。彻底将老谋子固定在椅子上之后，基督山伯爵才向众人揭晓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就是辛巴。5年的时间，他都在等待着今天这一刻。闲话少说，来验收成果吧。辛巴启动了复仇装置，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个完美的装置，不仅水攻火攻齐上，物理伤害和精神羞辱也没落下。最后一个老谋子鸡蛋灌饼，从此世间再无此人。与众人的惊讶不同的是，辛巴异常的愤怒，他打了辛巴一耳光，便扑倒在了已经死去的老谋子身边。与他一样，还有他们的2个孩子。辛巴很不能理解妻子孩子的作为，但是辛妈却告诉他，一切都是他的错。他和老谋子已经在一起5年了，还生下了3胞胎，是他被复仇迷了心智，忽略了真正有意义的事。说罢，辛巴就带着2个孩子离开了。故事讲完了，不过对辛巴作用收效甚微，他很快又抄起了棍子。此时辛小妹开口了，她也有一个故事要说给辛巴，名字叫做书呆子复仇。那是一个所有人都被3个混混所统治的学校，所有的学生包括校长都是他们娱乐的工具，但聪明的学生总会想出对抗恶势力的办法。这天，班长聚集了被欺负的同学们，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研制出了对付混混们的武器，那就是一只手套。就在其他同学还在怀疑之时，眼镜仔站出来表示自己可以戴上手套实施复仇。很快，复仇计划就正式展开了。首先，班长作为诱饵前去吸引敌人，等他们来到图书馆，就是眼镜仔出手了。在无敌手套帮助下，原本不可一世的混混们如今都受到了惩罚，最后他们都被吊起来示众。虽然邪恶势力最终得到了惩罚，但整个故事还远没有结束。对于眼镜仔的义举，辛小妹表示了高度的赞扬，被喜欢女孩子夸赞，眼镜仔自然十分高兴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颗球砸中了他，眼镜仔凌乱头发让辛小妹禁不住笑了起来。她这一笑
彻底惹怒了眼镜仔。他很快找到让他丢脸的源头，那就是不小心把球打歪的班长。武器在手，什么做不得。很快，班长和另一个打球伙伴就遭殃了。然而眼镜仔的疯狂举动才刚刚开始，他掏出了一张纸，那上面记录了所有欺负过他的人。要说里面具体包含了哪些人，简而言之就是所有人，就连第一天刚来学校新生都没能幸免。原因是即使现在没有，以后也说不定会欺负他。与其这样，他还不如先下手为强。到了最后，唯一的幸存者就只有辛小妹了。她当然害怕遭到报复，但她还是不愿意违心的和眼镜仔在一起。她的这番话终于让眼镜仔将手套对准了喜欢的女孩子。不过最终他还是没能对辛小妹出手。他深知自己不可能去伤害辛小妹，万分失落之余，他扔掉了手套。谁知这刚好被请了假小胖子捡到了。这下眼镜仔施展过的所有报复都用在他自己的身上。这个故事的结局确实令辛巴感觉很有趣。然而辛小妹想要表达的重点是，当你开始报复的时候，就跟伤害你的人一样坏了。辛巴是一点也没抓住，他所理解故事意义是永远也不要丢下你的武器，所以他又抄起了棍子。这可真是榆木脑袋，冥顽不灵。终于在一天的傍晚，前面那位兄弟停在山坡上，正欣赏落日余晖。紧接着辛巴也来到了这里，终于让他逮到机会了。就在他抄起棍子准备来个偷袭，小新开口叫住了他，表示自己还有个故事没讲呢。辛巴马上就反驳，你那么笨才不会讲故事呢。不过当他看到辛妈那犀利的眼神时，就立刻改口了。也罢，那就听听吧，复仇大业不急于一时。第三个故事，小新侠开战时刻。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时的人们有很多的娱乐活动来丰富他们的夜生活。小新家庭便是享受灯红酒绿中的一员。一家人像往常一样看过了歌剧，准备回家。然而在经过一条黑暗的小巷子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一个劫匪持枪抢劫，原本也许只想抢点钱财，可惜辛巴嘴欠，直接导致劫匪干掉他和辛妈。对于唯一没有中枪小新，辛巴只有一个要求，那就是为他报仇。昏暗的路灯下，小新看清了那个杀害父母的凶手，他的脸上纹着一条青色小蛇。面对着父母的坟墓，小新无助极了，他也想为他们报仇，可是他一个孩子又能做什么呢？就在这时，老辛普森出现了，表示自己能够帮助他。他告诉孙子，当年他可是打击罪犯的一把好手。虽然报纸上记载的都是他被海扁的故事，不过这并不影响老辛普森给小新特训。经过了一系列的魔鬼训练之后，小新终于练就了一身精壮的肌肉，是时候开始他的复仇计划了。很快，一个戴着面具的小新侠就出现在了街头巷尾，哪里有犯罪，哪里就有小新。虽然后来的方向有点走偏了，比如奇装异服也成为了他打击的对象。这样大范围的打击犯罪，很快就引来了蛇男。他对小新撂下狠话，表示自己的手下他是杀不尽的，并且他将会去偷窃更多的奇珍异宝。蛇男的 flag 还没有立下多久，这座城市就举办了一场空前的博物馆展览，在这里将会展现出很多来自东方珍宝。警察们正严密监视着来往的客人，以防蛇男混入其中。就在这时，一段诡异的笛音在大厅内响了起来，所有人都控制不住地扭动起身体。眼见所有人都被催眠了，蛇男才悠哉悠哉走了进来。堂而皇之将这里最值钱的宝贝收入囊中，不过很明显，他忽略了一个重要角色。小新侠从天而降，用回旋镖打落蛇男手下笛子，催眠中人瞬间清醒了过来。警察控制住了蛇男，小新亲手揭开他的头套，原来这个人正是他寻找已久仇人。一拳下去，蛇男连退了好几步，最终被蛇雕像尖利牙齿刺穿了胸膛，大仇终于得报。记者辛小妹询问小新这一切是否值得，你还别说，这真的还挺爽的。继承了亿万家产，还没有父母约束，小新终于可以好好享受生活了，并且现在他已经陷入锻炼无法自拔了。所以说，小新的故事既然是劝辛巴复仇的，但是辛巴早已没有了这个心。超他车那兄弟已经是他的朋友了，他们正讨论着一个很有深意的话题：为什么人类总是执迷于伤害彼此？辛巴不知道问题的答案，但是夜很漫长，他们可以慢慢思考。本集讲述有关复仇的故事，致敬了不少经典之作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第一个故事和第三个故事，分别致敬了文学经典《基督山伯爵》以及 DC 漫画出版的超级英雄蝙蝠侠。在古今中外历史长河中，曾经有无数的文学作品讲述过复仇的故事，他们最终或成功或失败，都难逃令人唏嘘的结局。放不下仇恨的人，大都逃不开一个原因：凭什么要放过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？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执意互相伤害，得到的不过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。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与恶龙缠斗过久，自身也将为恶龙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价、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